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正片没有燃购，来一饭小馆继续开造。馆长李诞再次回归，第一季3强联袂掌勺，店面升级，美味加码。一饭背后的故事，这里慢慢聊透。怎么想的用这个当拿手菜呢？全哥那个叉烧是准备了多久？我觉得太简单了，太简单，对，不要这样啊，不要。天南海北的风味端上餐桌，五湖四海的话题自在开启。谢谢蛋总，谢谢各位大叔，欢迎大家！一饭小馆第2季正式开张。我们这一季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荣叔、Vicky、陈老师。这3位呢，我们的第一季的3强 David、彦斌、小雨，就是我们本次一饭小馆的常驻主厨。感謝3位要陪伴大家的。我们先去准备一下，稍等。先去再料理一下。Hi Como， 一飯小館開飯啦。好的 ，David， 燈光已經打開，蒸烤箱開始預熱了，期待你大展身手嘍！哇，燈都亮了，蒸烤箱也開了，好厲害呀！打開冰箱。哦 ，David， 你去哪裡學的魔術？比賽的時候看到有選手用，學習到了。這 Como 是不是很神奇？我知道 Como， 不過真沒想到 Como AI 管家這麼智能。關閉冰箱。謝謝。不用客氣，祝你做飯愉快。他們就是每一次小館的他們在在的，都是他們3位啊，太好了，太好了。你还是想上是吧？有点寄养，我看你的感觉。没事，David 肯定是想休息的。你哪次跟他说你要做，你就上去就行。怎么样？昨天感觉如何？2位在下面。刺激吗？我看你们荣叔好像纠结了好几次，在那个选那个顶替的时候。对啊，因为你是不是说一起吃的嘛？一道菜一道菜吃嘛。老母鸡包也按您，这边好了是吧？师傅，你好。小乐老师，你到后来发现，比如说有更好的，你就纠结了吗？荣叔10个席位已满。那我的名额已经是满了吧？我也没得替了。好，一碗清粥，你的结局是入局了。如果一起吃，比如10个你吃的时候让你评5个，那你就没啥好纠结了嘛，是吧？我觉得你满10个的时候就会特别犹豫了，我看你一点都没有。他那个海茶饭做的还是真好，这个没啥好犹豫的。要是我今天吃的最好的一锅米饭，恭喜你入局了，謝謝，入局了。我们特别意外，我们在上面，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吃不到嘛，我们觉得海肠饭是一个，就这些年很多哈，就是很多，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对。我说做成什么样才能荣叔能征服？我们后来吃到，确实做的挺好的。韭菜放得好。特别好吃，这真很好吃。Vicky 是个特别严格的人，太严。我听到了他和影视模组的对话是吧？对话，他们曾经都在 Daniel 的团队是吧？然后他们相见甚欢。您的名字是？影视模组。为什么呢？我同时干3行当的事儿，前是一直是 full time 跟着 Chef Daniel 在纽约，对吗？我也是啊。really？ 你知道吗？啊，真的。周一下拳。哇，这见到熟人了，可能就他第一个就把他淘汰了。你的结果是出局，谢谢。Vicky 一点都没变。没有啊，比赛就是比赛嘛。
2位过去1年又拿了很多奖嘛，我自己刷到的很多，有一堆黑珍珠啊那些，很厉害。榕树不用说了。我过年刚刚黑珍珠啊，鸭脚50，我在黑珍珠达到一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奖来的，就是一个 Chef of the Year， 就是一个年度主厨。对，只是年度主厨之前呢，这是一个年轻主厨的奖。我以为我是年轻主厨的奖，年轻主厨的奖，但是我没有。但是有意思的，因为我尤其是这个节目呢，我看了很多年轻的厨师过来比赛。在香港也是，内地也是，有很多越来越有天赋的厨师，越来越年轻，愿意做厨师。那么以前25年前，我们做厨师不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一个工作嘛，那现在也不同了，不是一个那种像 dream job 那种东西，现在就是一个那种很可以。对。我们这次也来很多啊。但我们今天的客人没请那些年轻主厨，我们今天一饭小馆第一次待客是请了3位大厨，欢迎！哎，你好，榕叔你好。Hello， 老师好，榕叔，你好。来。今天竟然有饭吃。我们这个节目不是主节目。就是你们来这里都是休息的，来这里就是聊聊天、吃饭，这么好的。我以为我们3个人进来打 PK 了。不用，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聊聊天，谈谈过去这个怎么样感觉？还好，没任何意外的，跟想象中差不多，但是也挺好玩的，确实好玩的。特别是今天它可能有点游戏规则跟上一季不一样吧。所以也挺刺激，挺好玩的是。您是做的哪道菜来着？我昨天是做了个帝王蟹，那个蟹盖饭跟那个蟹腿。这边是个25年老菜谱啫蟹腿。哦，这个看着好。这个在天上看没那么刺激啊，这下来看这么好感觉。好吃，都忘了赛场的事儿了。这个好吃，真的好吃。对，那吃的，我们后来吃到了。我吃了2碗，焗饭里面，底下用那个陈皮熏的那个。对，很香，超级香，很香。谢谢。David 要上菜了吗？对，这个是 David 的拿手菜。其实这个做法我也没有试过，有点像是八宝鸭那个做法。但是也不同，因为有时候就是鸡那个问题就是，你煮外面的时候就太熟，里面就不够熟。但是我就尝试放那个饭在那个皮下面去煮。但是八宝鸭那个是很像，但是不一样。这个是先热那个饭，再煮那个鸡肉，所以是尝试实验饼。这个是实验的拿手菜，没问题。那个我喜欢他煮的。昨天他的饭就是我们俩吃的多。对，我们的想法有点差不多。那要不你率先品尝一下？那不客气了啊。我的这里落过去了，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多加多一点点。问问真情吃吧。好像有酒味啊，大卫。是不是有酒味啊？对，黄酒吧。有点酒，很香啊。好吃。哇，这个出皮。啊，真是八宝鸭的感觉。好吃。八宝葫芦鸭，这个糯米是让进去之后，我就把它先煮熟，再让进去。好香啊！你手没事吗？
他一知半手来参加比赛，好多人想挑战他，他就说趁我病要我命。我运动对抗的时候就搞断了，那个筋搞断了。他是表现一个态度，有那个辩论赛，有个人把嘴巴贴了一半，他等于把手废掉一个，鸡飞武功。好香哦！接下来就上我的菜品。你们要不要先把这个趁热吃一口啊？对啊，很好吃。不用，待会一起。先忙。对，先忙。你们是不是刚刚准备的时候偷吃过了？试吃的时候试吃过了。小雨这个又来了，精彩了。对，哇！像我为大家上的这道是我的一个拿手菜，那大家可以先像宝盒一样打开它。因为我一直想做一款中国风味的牛排，所以呢，我去到了东北，去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牛肉，我选到了一个牛小排的部位，再把它熟成了差不多28天的时间。那我在熟成28天的时间的这个过程呢，我就会发现，哎，它其实跟我们的腊肉有异曲同工之妙。刚刚的烟是什么？烟熏是什么？烟熏是用了一个苹果木去烟熏，因为我是想模拟一个烟熏腊肉时的场景，所以大家在上面这个松柏枝也是烟熏腊肉时的一个原材料来的。就我想还原它在烟熏腊肉时候的一些烟熏的味道，所以就把它定制了一个这样的木盒。包括这个木盒上面的这个窗花呢，也是来自岭南的一个窗花。你去年参加比赛是不是掏出过这个东西啊？对，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对我特别重要。有时候菜其实不需要特别复杂，有一些菜的它本身的天然搭配就是天衣无缝。你这个肉香跟这个凤梨，然后再有一个这样的苏打，其实我是好喜欢。这所有东西我觉得是很稳的，非常期待你在未来的发展。研究生，你录取了，恭喜你。谢谢陈老师。这个记忆很深的，当时没吃到。上次没到，所以我说今天小馆一定是要给各位评委试一下。这是当时第一局做的，第一局对，的我记得是的。我竟然吃到了。第一局是霆锋还是？霆锋哥，对，给我试了这道牛肉。当时他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牛肉太大了，所以我今年特意改到刚好1口1个。就做了一些改良，还有酱汁也是做了一些微麻微辣的程度上的改良。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试一下，它蘸了这个麻辣慕斯的一个味道。先蘸汁是吧？对，蘸酱汁。很好吃啊。对。这个油要配那个这个上料，吃起来复合度很好，非常舒服。好吃，精彩。怎么样 ，Vicky， 今年吃到这个能入局吗？入局，一定入局。那昨天我没有，明年我没有吃这个。去年。我去年是在上面看，因为光看视觉效果，以为是一个冷的东西，结果一吃其实是热的，很好吃。那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外面是脆的，里面是爆汁的，然后有一点点的那个风干的味道。我怎么感觉他们3个是给你们3个下马威嘞？这干嘛呀？我们一个衍生节目做这么认真。昨天彦斌说我明天给你煮碗面就好了，今天这都什么东西做的？临时改的吗？对，这么复杂。谢谢。这是肉骨茶吗？闻到肉骨茶的味道。这是我们泉州一个特色的一个街边小吃。那大家看到这个，它应该很熟悉，它有点像马来西亚一个肉骨茶。因为马来西亚人很早以前从福建到了马来西亚，然后通过药膳的做法，让自己的身体有能量嘛，才能去工作嘛。所以说演变成一种风味。那另外就是我们配了一个咸饭，咸饭就是一个芥菜饭。芥菜饭的一个形成就是用一些海味干货，加点猪油渣跟芥菜去炒的。对，那另外这一个就是一个泉州牛排，对，因为是份数比较多嘛，所以说我给它分好，然后再用锡纸包起来，再来烘烤。对，那吃的时候可以先喝汤，感受一下我们泉州牛肉汤的一个风味。它主要里面有牛腱子、牛排。然后牛肉羹，然后我们会加一点姜丝、香菜、胡椒粉去提味。那牛排就是用我们的一个沙茶
加咖喱粉去制作而成的，对，就特别适合配咸饭。跟法国咖喱很不同。法国有咖喱的，我们叫 Vaudevant。三个音节吧 ，Monaco。对，就是这个地方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它是给法国出口香料的，实际上也跟印度咖喱是一样的嘛。但是呢，它配比又不一样，所以后来就成了法国咖喱。1个多世纪，没有人记起，是99年一个法国厨师把它重新捡起了，后来在纽约一个米其林3星重新做了，它就重新火起来了，叫法国咖喱。但是我们法国餐里面呢，用这个 spice 呢，这个香料呢，很少真的做一个咖喱酱汁出来了，差不多就是一个省在外面的一个调料不是用来做一个很饱满的一个酱汁。David 在上面看的有想下场再战斗的冲动，师傅今年轻松多了，这样。很期待他这个叉烧。我也是。而且他很像用那个肉都是特别肥，是真的不简单。差不多70岁还是每天在厨房。完全看不出来哦。因为一般这个年纪都去做顾问。那个茉莉花有没有味道？有没有味道？应该没有，它茉莉花只是一个配角。虽然不是比赛，但是还是感觉到现场压力感很激烈。不，但是就是那个现场，其实你不是比赛也感受到那个压力，因为大家都是很紧张的状态嘛。最起码你们吃到了。对，哎，谢谢。我们不知道是端给你们吃的。对，他们跟我们说，他们不让我们说，因为不是最后有一个这个规则嘛。在整个比赛过程中，2楼观战的嘉宾们试吃了每一位坐上了入局席位选手的菜品。经过他们的讨论和建议，我们决定追加2位入局者。哇，我以为他们是端过去拍照的。节目组都说的话都不能相信。很难猜的，他们多坏，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哎，昨天 Vicky 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菜吗？昨天吗？昨天我试了一个这个熊猫的一道菜，他做了一个 gnocchi 土豆丸子，对，土豆丸子在我们前面。哎，对，但是他做了一个里面不是面粉，里面加了一点木薯粉。木薯粉对，比较爽口。口感呢是一点麻糬差不多一样。麻薯，对啊，麻薯差不多一样。疙瘩。昨天我打比方说，我说这是紫光园炒鲜芋仙，您可能都没吃过北方的一个。就是用肉勺做的那个硬硬的那个是吗？都不是，它就是擀成面剂子，然后再搓，对，然后切成一个小块就炒了。北京清真的一个小吃。这次还是见识到很多奇怪的东西啊，什么法国疙咖喱面疙瘩，其实你那炸辣椒也很罕见的。怎么想的用这个当拿手菜呢？因为我第一次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也不认识，这个食材对我而言也很陌生，我就专门去学习，然后看他怎么做。我也去湘西那里去跟一个阿姨去学了怎么去制作这个炸辣椒。它是鱼字旁做个炸，对，做一个做，对，它炸是一种烹饪方式。你昨天那个鲟鱼肚是不是已经是生的还是生的？鲟龙鱼肚其实很少被用作食材，我试了很多种方法去想要寻找它的口感，最后发现就是切薄片，快速的去烫一下。口感是脆的，味道是鲜甜的，所以我会觉得还不错，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做一下。选它做拿手菜的原因就是想试试，没做自己最擅长的反而。就像他慢慢拿出来，多了，充满自信。难得有这个机会嘛，因为你擅长的菜或者你菜单上的菜已经很多人去吃了，不紧张吗？万一倒下了呢？还好。我想知道的是，你设计这一道菜用了多久？
可能大概有半个月。全哥那个叉烧是准备了多久？叉烧偶尔就是用香茅来做的，后来发现用香茅做这个叉烧，哇，起到我非常满意的效果。因为脆皮烧就比较肥，有点肥腻嘛，加点香茅进去，吃起来一种香茅一种清香的味道，刚好把粒解了，还有一些复合的很好，清香的味道。但是我们去店里，我从来没吃过这个肥的，对吗？我吃过黑的，你知道吗？我们很生气，还是我的错。你们那么多年有几个版本？就是这个脆的叉烧。我们叉烧已经第四个版本了。第一个就是脆皮叉烧，脆皮叉烧之前没有这个名字的，这是我起的名字，因为做出来很惊艳。后来第二代就黑叉烧。黑叉烧也是，黑叉烧这个名字也是我起的。没有黑叉烧之前，全世界没有黑叉烧这个名字的。现在到处都是了。对呀，现在是个粤菜餐厅都有黑叉烧。因为广东的符号不一样，鸡啊、叉烧应该是代表广东的符号。所以1、2、3个叉烧还有油肉的叉烧，第4个叉烧就是现在香茅的脆皮叉烧。都可以叫吗？在店示范4种叉烧都可以叫吗？像什么？你说有4个版本，对啊，它都可以叫吗？不同的部位、不同的不同的技法。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店里一次性点吗？都有啊。你好像没点到，我们叫3代同堂，就是代表我秉承，这是我店的符号。等一下就4代同堂了。啊，对，4代同堂。你这节目播完，应该大江南北又都是这个了。哎，不过这个还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广州有一句话叫“生块叉烧好过你”，都有合理性。生口叉烧好过生你。我特别好奇，因为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您和邓师傅都很震惊，他们怎么说服你过来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又过来了。之前他说很多人都过来，既然我来了，一个人都没来呀。我觉得那挺好玩的，一堆人都说了7、8个都是好朋友，哎，可以，我到最后全都没来，每个人都说我保密，不灵说，来到这里都没有。跟 David 差不多一样。去年我也是，是吗？对的也是。啊，不过来了还是很值得来的。我觉得你不来我会后悔的。对，你不参加过你不知道，但可能就以前的各种的想法，但你来到之后，可能就是我整个厨师生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啊，可以这么理解。在上面，我们看到最后还是淘汰了2个大厨的。是不是你们俩动的手？对 ，Vicky 有一个大厨出去，剩下是荣叔是吧？是。我有一个。你心里压力大吗？当时？不是说他的菜做的不好很差，这不是这么回事，是吧 ？Vicky 呢？我相信在餐厅吃他这道菜一定是好吃的，但是在比赛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嘛。选对菜是很重要。对，基本上你输赢，其实你选择什么菜已经差不多是一大半。确实是因为我比完赛我也复盘了一下，如果我在每一道菜只换了顺序，可能结果都不一样。对，我会觉得真的是选菜特别重要，而且也要看设备环境，还有你自己的一个应变能力。我印象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陈皮乳鸽的一个菜，陈皮橙，对。但是我供应商啊，我每年帮他拿好多陈皮，我做的一个佛跳墙都是他的陈皮。哦，陈皮橙自己也参加是吧？那其实我昨天我已经知道了。本身它陈皮就是超级好了然后，但是这个炉是需要时间，但是它比赛就是120分钟嘛，它由0开始120分钟，它陈皮的应该有的香气还没出来嘛，这个就是问题，它其实很可惜的。很可惜的，后来我结束之后，它锅里面还有没拿出来的，味道好好啊！他扒了一个腿给我说，哇，什么没过？
他可能时间就够了。泡久了。炖到时间长了一点。那帅小厨是荣叔送走了。对。但我看他做了一个鸡是吧？做了一个鸡，我在就他道理一样吧。他做了一个烧卤鸡吧，烧卤你做鸡你2个小时，你怎么入味嘛？哦对。你烧你这跟卤水一样嘛，入不了味。好吃的是需要时间的。我看荣叔在选人的时候很想了很久，犹豫了很久。目前有特别遗憾的吗？你觉得要是能留下就更好了。有一个是做海参的，积极出啊，年轻的小伙也挺优秀的，但你有的时候我们就10个名额，你有的时候也得换。那我跟他说，我说没事，你反正当历练嘛，年轻下次还有机会，是吧？我看小雨和彦斌在上面还都很这个。对，我感觉我是最幸福的，就是能跟小秦老师一边分享食材，我就很多不懂的就问，一问他就跟我普及，像 AI 一样，我这样一问他马上就解读。对，是就特别开心。别的酵味会更重，土宁豆酱和全国的豆酱相比，它的发酵时间是短的。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目前最期待的选手是谁？只讲一个的话。你现在就像看世界杯一样，你说现在谁是关俊相，那不是在闷了。我们去年呢是每个人要写一个纸条预测今年的冠军啊，但是我觉得确实荣叔刚刚说的也对，这很难。我觉得这个现在预测也非常难，大家就随便写点什么吧，对大家的什么祝福啊、签名啊，对节目的一些意见啊，都可以写在上面。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次的一饭小馆就到这里闭餐了。好，欢迎大家常来做客。谢谢3位大厨，谢谢。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哇，今天是颜值组，太害羞了。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不要。他进来之前，他渊源很深哎，结果非常快就被淘汰了。为了表示公正，绝对没有内幕。被谁淘汰了？Vicky。我看 Vicky 在那里跟你寒暄，我们还觉得But 这人怎么这样？准备了一个游戏，意中人。Oh my god！ 这个是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我真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外国没有的，都是得找陈小青老师来的。Italis insalata di mare。我怎么感觉你偷摸骂了我2句呢？是，你的机会来了，大葱。我们好幸福啊！原来最幸福的在衍生节目。